最近有吉林网友说，一只喜鹊已经在自己家蹭了4个月的饭，每次还要打包一份吃的带给自己媳妇儿。无独有偶，在去年12月份，河北也有一只喜鹊，连续3次找同一家人要吃的，临走时回头，似乎在感谢主人家。视频发出后，网友纷纷说，喜鹊登门好事连连。那么喜鹊登门真的能带来好运吗？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喜鹊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雀形目下的鸦科，这个鸦就是乌鸦的鸦。喜鹊是鸦科雀属的鸟，而乌鸦是鸦科鸦属。不过它俩的亲缘关系很近，是同一家的亲戚。既然是亲戚，喜鹊和乌鸦就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如体型在雀形目中都是最大的。乌鸦体长平均50厘米，喜鹊稍微小一点，平均体长40到50厘米。这两种鸟通常情况下都是留鸟，只要居住地的气候没有太极端的变化，它们就会在同一个地方度过春夏秋冬。喜鹊和乌鸦还有着一样的高度集群性，除了繁殖期结婚生子以外，大多数时间都会成群结队的行动。这两种鸟的食性也很像，只是某些种类的乌鸦爱吃腐肉，比起植物的果实种子，它们更爱吃新鲜的虫子和肉。在不同的季节，它们会选择不同的食物为主食。在播种庄稼的季节，不管是农田还是果园，农作物上的昆虫很多，喜鹊们就会大量捕食各种虫子。而到了收获的时候，除了虫子，它们还会去吃农作物的果实和种子。在繁殖期，喜鹊需要更多食物来补充营养，就会更加频繁地捕捉蛙类、其他小鸟之类的小型动物，就连其他鸟类的蛋或者雏鸟都不会放过。同为鸦科的成员，喜鹊和乌鸦还有一个最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它们都非常聪明，是所有鸟类中公认最聪明的动物。自然界中的很多动物都无法通过镜子测试，这个测试的内容是在动物身上抹一点颜料，让它们通过镜子找到身上的颜料在哪个位置，而不是去触摸镜子里的影像。只有智力足够高的动物才能认识到镜子里的那个同类是自己。这个测试就连很多猫狗都没通过，灵长类、大象、海豚这些高智商动物没有太大问题，而鸟类中只有乌鸦和喜鹊能通过测试。它们的聪明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喜鹊的智力基本可以等同于6、7岁的人类小孩，即使没有经过训练，喜鹊天生也知道使用工具，甚至它们是真的会用乌鸦喝水的办法。喜鹊非常善于造巢，它们是不用迁徙的留鸟，所以建起一个巢后会反复使用很久，每年都要重新修缮一下巢穴。久而久之，喜鹊巢也就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在人类城镇里生活的喜鹊会去找人类的烟头，甚至直接打结香烟带回巢里，借用烟草的味道给自己的家驱虫。这种驱虫方式可以说是鸟类中独一无二的，也说明了喜鹊在人类城镇中的生活非常适应，还有着非常快的学习能力，甚至可以自行进化出和人类共存生活的习性。农村里有2种鸟不能打，一个是燕子，另一个就是喜鹊。不过从科学角度来说，真正的喜鹊和燕子不同，它们和乌鸦一样，都是鸟类中最有名的流氓。在自然界中，喜鹊不仅非常记仇，还很会拉帮结派，只要得罪了一只喜鹊，就会被一群喜鹊报复。这些流氓的智力很高，根据国外一项实验显示，它们和乌鸦都可以记住人类的长相和汽车的颜色，所以就会发生一群喜鹊长期盯着同一个人报仇的事。喜鹊总是在人类居住的地方活动，因此人们经常会看到它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骚扰袭击不同的动物，甚至是人类。喜鹊所属的雀形目大多是鸣禽，就是善于鸣叫的鸟类，大部分都是住在树上的树栖型。按照动物的习性与生物链来说，雀形目的鸟基本上都是处于被猎食的地位，在自然界里天敌很多，蛇类、小型猫科动物还有其他鸟类中的猎食者等等，都会把雀形目的小鸟们当成猎物。不过喜鹊和乌鸦这2种鸟却是雀形目中的例外，这一对亲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分布，体型还不小。更厉害的是智力非常高，以至于它们很少会被天敌捕食，反而可以去猎食其他小动物。在鸟类的猛禽当中，有不少种类其实体型不大，比如隼科和鹰科的一些成员，体型甚至还不如喜鹊，但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的确就是猛禽，和喜鹊这种鸣禽是不一样的。如果喜鹊没有那么聪明的话，它们和一些体型较小的猛禽应该是互不打扰的。不过真正的喜鹊可不怕它们，反而经常去骚扰各路猛禽，比如个头比喜鹊小的燕隼，体型差不多大的雀鹰，或者体型更大一点的鸢科鸟类。这些猛禽通常都是独行侠，就算单打独斗再厉害，也挡不住喜鹊的拉帮结派，常常被骚扰到不得不跑路。
除了这些小型猛禽，喜鹊敢得罪的动物还有很多。已经完全适应了居住在人类城镇里的喜鹊，家养的猫狗都会成为它们骚扰的对象，仗着自己会飞，完全不怕挨打。很多喜鹊不仅不怕别的动物，更不怕人。在野生动物的天堂澳大利亚，每年的8到10月是那里的春天，也是喜鹊的繁殖季节。每到这个季节，当地政府就会提醒人们注意和喜鹊保持距离，最好随身带着驱鸟用的东西，以免被这些嚣张的小鸟袭击。喜鹊之所以这样到处得罪别的动物，经过科学家们长时间观测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它们的领地意识，尤其是在哺育幼鸟的时候，喜鹊会攻击一切靠近鸟巢的动物。就算不在繁殖季，也有些小心眼的喜鹊不能接受别的动物靠近自己家，照样会号召一群同伴去袭击。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食物，在喜鹊的食谱里，昆虫和小型动物占了不小的比例。它们聪明的脑袋可以判断出，与其自己辛辛苦苦捕猎，直接抢别人的劳动成果显然更轻松。所以，当一只动物抓到猎物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被一群喜鹊包围。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喜鹊只是单纯找乐子，因为足够聪明，这些小鸟基本上不愁吃喝，还会产生玩耍和游戏的概念。喜鹊登门真的能好事连连吗？其实，在唐朝以前，人们并不觉得喜鹊吉利，反而认为它代表着非常不祥的大凶之兆。喜鹊是怎么出现这种变化的呢？早在距今差不多3000年的春秋时期，诗经中就有关于喜鹊的记载了。不过那时喜鹊还没有现在这个讨喜的名字，只有一个雀字，最多就是以它们身上黑色羽毛更多的外貌特征，把它们叫做乌鹊。当时对于喜鹊的描写其实没有明显的吉凶倾向，只是人们把看到的喜鹊习性写了下来，用杜鹃住进喜鹊巢里的自然现象比喻当时女子出嫁住到男方家里。后来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人们就开始认为喜鹊代表着不祥了。在东汉时期的文献里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说汉武帝用了一把明红刀，在他死的时候化成了喜鹊飞走。那时的刀是凶器，由刀变成了喜鹊，自然也就是不吉利的象征。到了后汉书里，人们看到太阳里出现了形状像喜鹊一样的黑气，把这个现象当成那是黄巾起义的征兆，喜鹊的形象也就变得更加不祥。紧跟在汉朝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主流观点认为喜鹊很不吉利，如果它们在建筑物上筑巢，那就说明即将出现非常不好的事情。这和喜鹊筑巢的习性以及我国的自然环境变化有关。喜鹊常常每年都会使用同一个巢穴，它们会把巢穴建造得非常结实。为了支撑住巢穴，喜鹊会选择在粗壮高大的树上筑巢。根据地理考察，在唐朝以前，我国中原地区的森林资源非常发达，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很多。而那时中国人口少，田地开发也少，所以当时喜鹊不需要进入人类的地盘就能生活，也会和人类保持一定的距离。喜鹊是一种群居动物，古时候喜鹊多，有时一棵大树上常常会聚集非常多的喜鹊，它们一起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古人听来非常嘈杂难听，对喜鹊就喜欢不起来。而古时候的森林面积大，可以给喜鹊筑巢的高大树木很多，所以当喜鹊在人类的建筑物上筑巢的时候，就会被古人看成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反常现象。再加上很多喜鹊在一起发出嘈杂吵闹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异常而不吉利的象征。在这些朝代，虽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喜鹊是吉祥鸟，但都不是主流。直到唐朝，喜鹊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才正式转变成了吉祥喜气，而喜鹊这个大名也是在唐朝时定下来的。唐朝时候，中国的整体气候逐渐变暖，当时的国力强盛，人口数量变多，开垦出来的田地也更多，相对的森林资源就变少了。这时候，很多动物会选择远离人类，但整体栖息地面积变小，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也就导致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生存危机。不过这对于喜鹊来说不算什么难题，它们以非常快的速度适应了在人类的村镇中生活，和人类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再加上喜鹊学会了以农田中的昆虫小动物为食，这就让人类对它们产生了好感，渐渐的就把它看作了吉祥如意的象征。最后要提的是，就算喜鹊早已适应了和人类半生的生活，但因为大量使用农药、树木资源减少等原因，喜鹊的整体数量还是在减少。现在的野生喜鹊虽然不是重点保护动物，不过它们还是有着三有动物的身份。这三有是有益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意思。非法狩猎三有动物达到20只以上，或者违反狩猎法规捕猎，又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比如说非法买卖金额达到1万元以上，还是会构成犯罪的。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